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54期。每期开始的画面我会放几个本期要介绍的游戏在当年发布时的宣传广告。有的游戏厂商会请偶像明星做代言，80年代日本的明星我基本上是不认识的。做这些内容的同时，也算是给自己补了课。这期里泰东就请到了当时的偶像歌手岩井由纪子，艺名 YuYu， 从89年往后给泰东的游戏出演了不少广告。我曾经很喜欢的歌手安室奈美惠也唱过他的歌，歌名是零下3度。接下来进入正题，1989年7月发布的游戏。必杀道场，这是由西格玛商事开发发行的一款开放世界动作格斗类的游戏，并带有 RPG 的元素，只发行了日版。本作当中，玩家要扮演一名武术家，还拥有一个道场，要和同世界的其他11名拥有道场并且是不同流派的武术家进行较量，目标是要击败其他所有的流派，并拿下他们的道场。游戏一开始有3个可选流派：空手道、少林拳法和太极拳。选定流派后，给人物分配16点属性点数，有4项属性：体力、攻击、防御和技巧。前3项都很好理解，第4个技巧影响攻击对手的命中率和自己的闪避率。之后来到横版的场景，不同的地点可以进入，在自己的道场里可以查看其他11个流派大师的信息和属性。开始阶段，其他的大师属性点明显的高过主角，还能查看其他道场的信息、保存进度等等。在横版的地图上有些上下的分岔路，整个世界的12个道场都是以横版和分岔路连接在一起，路上会遇到其他的对手。战斗全部是1v1的形式， A 键出拳， B 键踢腿，方向键上跳跃，按住上键跳得更高，也有跳踢和下蹲攻击。每次击败一个敌人后得到一些钱，然后可以获得一次训练升级的机会，回到自己的道场进行训练。有一个速度属性，每次训练自动增加1点，其他的8点自由分配到另外的4项属性。道场里还有学生和师范代，也可以训练提升他们的能力，作用是防御自己的道场。本作能称为开放世界，是因为在玩家游戏的同时，其他的武术大师也在进行着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属性值也会提升，能力强的会占领其他的道场，还会来攻击主角的道场。当主角在外面活动时，有时道场的弟子会赶来传递消息，说自己的道场被攻击了。这时学生和师范代的能力就决定了道场能防御多久。场景里有很多的武具店，有足够的钱在武具店能升级道场，升级后的道场每次训练能获得更多的属性点。还有一个医馆，损失的体力在医馆内进行治疗，需要注意体力一旦耗尽，游戏就直接结束了。逐个击败路上的对手后，清理出到达敌方道场的路，来到对方道场踢馆，要先击败门口的2名守卫，进入后战胜几个学生，然后是师范代，最后是武术大师。踢馆成功后，不但拿下了这个道场，还能获得该流派的武功。后面的战斗中就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流派，按照这样的模式击败所有的对手。这部作品的游戏理念应该说相当的超前，红白机上并不能很好的实现游戏的构想，最基础的战斗内容做得很拉胯，操控和打击都相当的糟糕。战斗后不断要返回道场训练，也让游戏的节奏变得很慢。个人评价2星半。微洛之旅，卡普空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一部作品。电影1988年上映之后，有2家游戏公司拥有授权，一家是 Mindscape 在电脑端发布的动作冒险作品，另一个就是卡普空的街机版。街机版是一个横版动作的类型，红白机上的这个版本算是卡普空开发的第2部该电影改编的游戏，是俯视角的动作 RPG 类型，发布了日美欧3个版本。本作的故事设定和电影有很大的不同。电影里威洛是一个矮人族的见习巫师，他捡到了一个被女王追杀的婴儿，在把婴儿送回去的旅途中和邪恶巫师巴夫莫达的战斗。而在游戏里，天空和大地被使者的魔法所保护，巴夫莫达在这里是天空的使者，想要统治世界。威洛作为被选中的勇者与巴夫莫达战斗，常规的时候类似初代塞尔达的俯视形式，
进入房间或者特定的场景时，切换画面并自动出现对话和剧情。有一个房间内的图片还会单独显示 NPC 的头像。画面的左上角显示微弱的经验值 HP 和 MP， 按开始键打开菜单，能查看其他参数和装备的物品。能装备的有剑、盾牌，还有魔法。战斗时按 B 键用剑攻击，结合方向键攻击动作会有所不同。A 键使用魔法，不同的键对等级有要求。如果低等级使用高等级的要求的剑，挥剑的速度就会变慢。同一把剑随着等级的提升，攻击的速度也会变快，直到全速状态。有些敌人普通的攻击没有效果，需要用魔法或者特殊的剑。因为是卡普空的 ARPG， 虽然没有太多的元素，但还是有很强的动作游戏属性。敌人的类型很丰富，也有很多变化和特点。有些敌方角色和魔法都来自于电影里的内容，能看得出战斗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比如在树林里没有敌人时，景物都是静止的，出现敌人后有风吹动的效果，还有音效配合， BGM 也会随之切换。在有些 BOSS 战斗时，画面的左侧会显示双方的血条。如果是基于电影改编来看，这款游戏除了借鉴了角色，改动很大，但单看游戏的素质还是很扎实的。人物操控不错，动作很流畅，音乐也很好听，个人评价3星半。全美职业篮球由 ICOM 开发，东海发行的一款篮球游戏，有日版和美版。此前红白机上的篮球游戏不算多，其中杰利可的燃烧篮球也是 ICOM 开发的，所以和本作在设计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燃烧篮球是街头的 1v1 或者是 2v2， 本作算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5对5篮球。如果是双人游戏，可以2人对战，也可以合作对抗电脑。有8支可选球队，以美国的8个城市加上虚构的球队名，代表 NBA 的8支队伍。选队时下方还能看到12名球员的名单。进入比赛后，球场是一个纵向方式呈现，篮筐在画面的上方。有一个很奇特的设计，当带球或者传球过半场时，屏幕变黑并且切换，场地调转180度，还是在同样的视角的半场内比赛，仅仅用地面与红蓝不同的颜色表示处在不同的半场。操作的方式 ，B 键是跳起，跳起后再次按 B 键投篮 ，A 键进攻时是传球，防守时是拦截。人物接近篮筐时，投篮转换成扣篮的特写镜头。另外有一个设计的缺陷，在3分线外投篮也只能得到2分。这款游戏在程序设计上存在很多的问题，前面提到的半场转换视角会让人感觉很混乱，不但破坏了节奏，还经常找不到人和球的位置，体验很糟糕。在场上人数从 1v1、2v2 变成了5对5之后，电脑 AI 的缺陷就很明显了，大部分球员都是到处乱跑，也不防守。个人评价2颗星。封印之剑，游戏艺术公司开发了一款动作角色扮演作品，分别由 HiScore 和 Nextsoft 发行日版和美版。封印之剑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日版的副标题，游戏名应该叫做法里亚，美版的名字直译过来叫做法里亚神秘和危险的世界。上古时代，一个力量强大的邪恶巫师被神击败，几千年后他复活了。巫师绑架了法里亚王国的公主，并将她关押在高塔里。国王发布消息，能将公主救出来的人就能娶她。主角是一个外国来的女战士，得知消息后前往营救公主。像很多 RPG 一样，游戏里的世界也是由城镇、大地图和地牢组成，在通常探索的时候也是类似勇者斗恶龙的俯视角，和人物对话或者进入房间，切换到一个对话的界面，会呈现人物的头像。不过头像的种类并不多，城镇里大部分也都是装备和道具店，在大地图上是随机遇敌，会切换战斗画面，然后在一个固定的画面内出现敌人，按 A 键是挥舞剑攻击，这是主要的攻击武器，按 B 键使用其他装备的攻击方式，主要是弓箭和魔法，但这2种都有弹药数量的限制，要到商店购买补充。魔法还得先花钱学习，战斗获胜得到经验值，但并不一定获得金钱，只有在战斗时敌人掉落钱袋才能得到。在战斗中逃跑会损失金钱，死亡损失1半的钱。按下暂停键查看状态和更换装备。一开始有12个物品栏位，通过得到特殊道具最多增加到20个。
进入地牢后是类似初代塞尔达里的地牢迷宫，直接在迷宫地图上进行战斗，风格也和塞尔达的迷宫类似。本作的故事有点意思，经过第一个地牢战斗后，很快的救出了公主。国王感叹主角是个女人，不能娶公主，于是决定举办派对庆祝。但在宴会上，有人给镇民们下毒，主角只好去找治疗的药物，却发现国王又变成了石头。公主告诉主角，要打倒施法的人才能恢复。一段漫长的旅程后，遇到了一位老者，他告诉主角，被救出的公主是巫师假扮的，目的是为了偷走法里亚的皇家卷轴。救出了真正的公主，返回法里亚，被击败的巫师利用卷轴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龙的体内，并且逃跑。这时国王的诅咒被解除，但主角却变成了一个男人。原来他是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也是被巫师诅咒才变成了女人。最后击败了龙，将巫师封印在剑里。这款游戏战斗的平衡性上有些问题，一些设定过于严苛，遇敌率很高，赚钱得依靠掉落钱袋，很难逃跑，而且逃跑还要扣钱。战斗的难度也比较高，特别是前期低等级的怪物里有时还混着强烈的怪物。地牢的设计相当复杂，不过也吸收了塞尔达迷宫里的不少优点，喜欢挑战的玩家肯定能从中找到乐趣。 BGM 做得很不错，个人评价3颗星。究极棒球平成元年版，这是泰东棒球系列的第3部作品，前2部在第30期和45期节目里介绍过。在每年的暑假和年底这2个时间段，都是这类年货棒球游戏上市的重点时间。上一期里就有杰利可的新燃烧棒球，泰东的这座究极棒球只发行了日版。本作的游戏引擎进行了更新，相比前2部，画面效果有了很大的提升，球员在场上的动作也完全不同了，整体提升了游戏节奏，不管是击球、跑垒还是防守的速度都变快了，手背的操作比之前要困难。在比赛当中还加入了风向的影响，室外场地的风向会改变球的落点。本作中的比赛模式分成了联赛模式、单场比赛和公开赛。除了前作里12支职业球队和1支女偶像队，还增加了1支以男艺人组成的明星队。联赛模式里获胜后的奖励分数依然可以用于强化球员的能力，另外增加了注册新球员和球队的密码功能，用于修改数据。不过密码长度太长，这个功能也并不实用。这座在画面上进步很大，赛后的解说点评里还穿插了精彩回放的局部特写镜头。不过在游戏的平衡性上有所下降，一方面是节奏加快带来的手背困难，联赛里人物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后也会破坏平衡性。个人评价3颗星。天下第一武士，南梦宫发行了一款动作格斗类型的游戏，开发方是 Game Studio。一般看到这样的组合，就知道设计师是远藤雅生。本作只发行了日版，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一些格斗的元素对后来包括卡普空的街霸2在内的很多格斗游戏都产生了影响。有2种游戏模式，开始有5个选项，前3项都是对战模式，分别是双人对战、单人和电脑对战以及观看电脑对战。在对战模式里有15个可选角色，这些角色的长相都是一模一样，仅仅是衣服的颜色有些区别，但他们的体力、攻击力这些基本的属性和使用的招式都不相同。操作方式 A 键攻击， B 键跳跃，攻击分成了上、中、下3段，攻击键结合方向键上和下，分别是上段和下段攻击，直接按 A 键是中段攻击。跳跃的高度也会随着按住 B 键时间的长短会有所不同。另外，根据2个角色之间不同的距离和面朝的方向，同样的按键组合用出的招式也会不一样。中立状态下，敌方出招会自动防御，不同的招式命中身体不同的部位，造成的伤害也有差异。命中头部的话，一般能造成大量的伤害。在对战模式的人物选择界面，最后一个名字是使用密码储存的人物，这个密码就来自于游戏的第2种训练模式。训练模式才是本作的主要内容，类似于 RPG 的形式，有大量可以探索的场景和地点。从家里出发，母亲会给一些钱，钱在这里只相当于一个物品的兑换券。一开始主角很弱，而且只会一个中段出拳的招式，要通过不断的修行提升属性和学习新的招式，走到树林田地里像 RPG 一样随机御敌。
随着战斗，人物的最大生命值会缓慢的上升，人物生命值上方显示的状态也会影响受到的伤害和攻击力。开始是蓝色的安心，生命值下降会变成黄色或者红色。整个的地图上有4个寺庙，可以学习新的基础技能，分别和3名弟子对战，获胜习得招式。此外，还可以找隐藏在各地的仙人学习更高阶的技巧。基础的技巧就是不同段位以及不同距离的攻击动作，高级技巧包括了连打、转身踢、头撞、2起脚、旋风踢等等。有很多的村子可以探索，通过用钱兑换或者完成任务等其他的方式找到一些特殊的物品，这些物品能提升人物的攻击力和速度。推进流程的方式是攻略7个城，每个城内都有敌人，战胜城池里的敌人获得一个权势的等级，同时提升人物的防御力。所有的这些提升都可以通过密码保存的形式将人物用于对战模式当中。击败7个城池的敌人，人物提升到最大生命值999之后，可以和最终隐藏的 BOSS 对战。这部作品的整个游戏系统很超前，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放在当时相当的突出。但因为机能不足，又受到按键和操控的局限，而且不少属于格斗元素初创的内容，在已经体验过后来格斗游戏情况下，再回过头来玩这作，就会感觉战斗的趣味性不足，所有的人物又都是一套面孔，也少了些代入感。个人评价3星半。美味之旅究极菜单3本胜负，由东星开发万代旗下的新政工业发布的一款漫改作品，改编自人气美食漫画《美味之旅》，或者叫做《美味大挑战》。1983年到2014年长篇连载于小学馆的 Big Comic Spirits，88年到92年播出 TV 版动画，后来还有电视剧和电影等等。原著的故事围绕着东西新闻文化部的记者山冈士郎和栗田优子展开，讲述了他们通过制作究极菜单来解决各种人的问题。游戏是文字冒险的形式，玩家扮演主角山冈士郎，目标是通过选择合理的选项来完成3个终极菜单，并且呈现给美食家评审团，也就是本作的3个章节。系统上没有什么特点，画面的左上是一些常规的指令选项，右上显示图片，底部是对话和信息栏。3个章节分别是安康鱼篇、荆棘篇和拉面篇，每个章节都是围绕寻找特殊的食材和正确的料理方式展开，相应的要选择合适的选项。本作当年在日本的名声很差，一方面是因为虽然基于漫画改编，但为了适应游戏而进行了重新的编排，编排的剧情与原作相去甚远，角色的性格和行为也与原作完全不符，会做出很多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游戏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古怪的选项，完全没有逻辑可言，并且很容易导致失败或者无法再继续推进。失败的原因包括了对警察施法被逮捕，没有按照合适的量请渔夫喝酒而无法得到食材，烹饪时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要在各种古怪的选项当中确定正确的制作顺序，顺序不对的话会造成击打食材导致手臂骨折，食材太软无法食用等等。不管是为了取悦粉丝的原著改编，还是作为文字冒险游戏本身的内容都做得不好。此外，图形的绘制很一般，缺少原创的 BGM， 用了一些古典乐和世界名曲。个人评价2颗星。完美保龄球，本作的发行方 Tolkien House 东京屋是东京书籍旗下游戏软件的品牌，这个品牌的存活时间从80年代中后期持续到2000年初，期间发布的游戏数量也不多，总共30款左右。这款保龄球游戏的背景设定在近未来的世界，有一些科幻的元素。游戏模式包括了训练、对战电脑、玩家对战以及支持最多8人的团队战，玩法都是一样。开局前选择角色，输入姓名，选左手还是右手，还有一个球的磅数。来到场地后，首先左右方向键移动人物的起始位置，上下方向键能控制人物上方白色的小十字光标，用它来调整扔球的角度。瞄准和定位完成后，按下 A 键，屏幕右侧的绿色保龄球上会出现3个孔，左右方向键移动这些孔的位置，可以增加球的旋转。此时旋转的方向还要结合左右手。确定旋转后，再次按下 A 键，此时出现计量表和指针，按下按键让指针旋转。第一次按下 A 键确认出球的力度，
然后指针反向旋转，第二次按下确定出球的精度。指针以6点钟的方向为分界，左边红色区域，右边是白色区域，也就是对应了手指离开保龄球的时机早晚。计分的方式和规则与现实保龄球比赛保持一致。如果是玩过或者是看过真实保龄球比赛的朋友，能够看出这样的操作设计还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特别是在比赛当中，选手也会通过手离开球的时机来调整出球的感觉。虽然在红白机上的保龄球模拟缺乏真实感，但本作的操控还是不错的，个人评价3颗星。地球冒险，任天堂一款经典的角色扮演作品，原名 Mother， 当年在红白机上只发行了日版，原计划要在91年秋季以 Earthbound 的名字在北美发售英文版，已经到了市场宣传的阶段，连卡带都已经制作了一部分，但由于超任主机同一时期在北美上市，因而取消了本作美版的发售。后来 Earthbound 这个名字被用于超任上2代的美版名，为了避免混淆，初代的美版后来被称作 Earthbound Zero 或者是 Earthbound Beginnings。FC 原版合适的视频素材网上很难找了，除了我自己录了一小部分，其他的素材用的是一个25周年的英文版，主角的服装和造型有些不同，还有一些图片的变化。20世纪初，一对住在美国农村小镇的年轻夫妇离奇失踪，2年后丈夫乔治神秘归来，自此开始了独自从事奇怪的研究。他的妻子玛利亚却再也没有了消息。1988年，本作的主角男孩默认名是任天，他的家中开始闹鬼。任天打倒了吵闹鬼之后，他的父亲告诉他，任天的曾祖父乔治曾经研究过超能力。父亲让任天去调查世界各地发生的异象。游戏的基础系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是借鉴勇者斗恶龙。稍有特色的是，人物除了上下左右4个方向，还可以斜向移动。城镇和田野采用了相同的比例，无缝衔接。战斗也是随机御敌，切换战斗画面后，第一人称回合制的指令形式，随着等级的提升会获得称为 PSI 的超能力，相当于魔法，有攻击、恢复等多种类型，通过消耗 PP 点数使用超能力。本作突出的内容在于故事、世界观的设定和丰富的细节处理，刻意回避了当时大多数 RPG 游戏奇幻或者是纯科幻的题材，将游戏世界设定在20世纪美国的现代社会，并融入了超自然的元素。敌人是嬉皮士、僵尸、动画物体、外星人、机器人和被洗脑的人或者动物。仓库和实验室这类地点取代了标准的地牢，城镇里也是百货公司、酒店、医院这类现代建筑。武器用球棒、玩具枪、煎锅、刀具，防具是硬币、手镯和吊坠这类装饰物品，回复道具是薯条和汉堡这些。保存游戏的方式是给父亲打电话，还可以乘坐铁路在不同的城镇之间移动。游戏的主要流程是伴随着同伴的加入，按照魔法之力玛利亚女王的要求收集8段旋律，最终用旋律战胜被玛利亚抚养长大并且企图毁灭地球的外星人基格。本作的故事和独特的氛围让它成为了优秀的 RPG 作品，此外还有着丰富且出色的 BGM， 游戏的原声带无疑是最好的 FC 经典音乐之一，但原版的难度和平衡性问题拉低了它的上限，后来也有其他更好的版本。个人评价4颗星。明星职棒89开幕版，又是一款棒球游戏，这是南梦宫家庭棒球系列的第4部作品。从本作开始，南梦宫使用了 FamStar 作为该棒球系列的正式名称。这作没有像前3部一样在年底发布，而是选择了暑假。这是由于当时南梦宫和任天堂在续签许可协议时遇到了困难，最坏的情况可能是退出红白机游戏的开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本作匆忙发布，因此名字里就标注了89开幕版。后来在同一年的年底又发布了一个90版。前作的88版因为已经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加上只间隔了半年时间，这部就没有太大的变化，更新了球员数据，优化了前作因为大改平衡性不佳的问题，球队数量又有增加，常规可选14支球队，如果战胜了13个队伍，就会出现 PCE 版当中2个隐藏的强力队伍。球队数量是当时棒球游戏里最多的。另外在编辑功能里，可以新建8名外野手和4名投手。
并替换掉现有的队员。这些新建的球员数值不受限制，可以直接拉满，不像前作里球队的总参数值要保持不变。总体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小改版，个人评价3颗星。鬼屋历险，南梦宫发行了一款横版动作作品，1988年在街机平台发布了第一部《鬼屋历险》，特有的恐怖元素也催生了后来 MD 上的2代和3代。红白机的这个版本当时考虑到面对的玩家群体不同，对街机版进行了改编，全部采用 SD 的角色形象，避免了诡异猎奇的画面，但也保留了一些恐怖的氛围。大半夜，珍妮佛正在哀悼她死去的丈夫瑞克，突然一道闪电刺穿了坟墓，让瑞克戴着面具复活了。詹妮佛大吃一惊，但接着闪电再次击中了瑞克旁边的坟墓，并复活了邪恶的南瓜王。南瓜王将詹妮佛绑架，瑞克穿过黑暗的墓地前往营救。和其他该系列的游戏不同， FC 版更注重平台的元素，初始的攻击方式也从拳打脚踢变成了挥舞斧头。左侧有一个角色的血条，左上方的数字类似经验值系统，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能提升最大生命值，越往后需要击败敌人的数量越多。主要的道具有回复血量的糖果和汉堡，糖果回复1点生命值，汉堡回复4点。还有一个猎枪的道具，拿到后有10发子弹，远距离攻击还有穿透的效果。总共有7个关卡，有些关卡有多场 BOSS 战，一些 BOSS 的出场做的有些特色，恐怖的氛围结合搞笑的元素，比如在第1关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跳舞的吸血鬼，第3关实验室从女孩肚子里钻出了很多蜘蛛，将它们全部消灭之后，女孩起身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这个女孩其实是南梦宫的另一款游戏《迷宫塔》里的女主角凯。第5关钻石营地 BOSS 是遇到满月变身的狼人，击败他后变回男孩的形象，他是妖怪盗中记游戏里的主角太郎柱。第6关没有 BOSS， 通过山上的房子后来到最后的恶魔之馆，在这里击败南瓜王。有普通结局和一个隐藏的结局。普通结局击败南瓜王后会发现整个游戏只是一部电影，一位导演祝贺瑞克的出色演出，瑞克摘下面具然后离开。当所有人都离开后，面具却突然活了过来。隐藏结局的条件是要找到2个水晶球，它们分别在日本和埃及这2个隐藏的关卡里，这2个地方要从特定的位置进入。欣赏完2段福利动画之后，可以获得水晶球，相应的就会开启隐藏的结局画面。2个水晶球分别显示不同的内容。作为平台动作游戏，素质算是合格的，操作也比较流畅。主题的呈现用恐怖的氛围结合了搞笑的元素，放在红白机上还是很合适的，效果肯定比直接移植要好，也形成了不错的记忆点。个人评价3颗星。乔丹对伯德1对1，这是一款移植作品，原版1988年由 EA 公司发布在电脑端的篮球游戏，主机端除了有一个 NES 的版本，还登陆了世嘉 MD， 另外还有掌机 Game Boy 版。这个移植版只在北美发布，由 Rare 开发，米尔顿·布莱德利发行。游戏的内容就如标题所描述的，是迈克尔·乔丹和拉里·伯德的1对1。游戏模式分成3大类：1对1扣篮比赛和3分球比赛。1对1又分为完整的比赛15或者11分，以及练习热身。在热身的模式里，就是选择一个人独自练习。1对1的比赛在2个角色里选择，可以对抗电脑，也能双人对战，还有难度级别和比赛规则的设定。进攻时按 A 键跳起投篮，方向键控制人物移动，但移动时人物只会朝一个方向运球，方向键结合 B 键加速运球，人物也会转换运球的方向。加速运球的过程当中，篮下起跳能做出扣篮的动作。在第2类扣篮大赛里，扣篮的动作都是预设好的，在不熟悉的情况下要选择第3种跟随练习。在这里每种动作电脑都会先演示一遍，然后照着执行，主要是跟随设定好的运球路线加速，然后起跳，在合适的时机松开 A 键就能完成对应的动作。扣篮也有比赛和热身训练，区别是前一个有电脑控制的角色，后一个只有玩家自己。完成一个选定的动作类型，获得评委的打分。第3类3分球模式，围绕3分线5个点位，每个位置投5个球，计算总分。A 键起跳后，在合适的时机按 B 键出手，也分为比赛和热身练习。
这款篮球游戏放在红白机上，操作还是有些新意，有加速运球，还融合了不同的扣篮动作。不过手感比较糟糕，而且内容太单调了。1对1时，电脑最强的难度等级也比较简单，扣篮和三分球玩一会儿就会感觉无聊。个人评价2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